欢迎玩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来看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一个情形因为现在俄国的国防部发布了最新影片，这个是俄军使用温压弹对哈尔科夫地区进行目标打击。那根据媒体报道，这个俄军在哈尔科夫这个地方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现乌军的集结地那随后呢就用温压弹进行打击。那现在俄罗斯媒体持续报道说，现在一个晚上有61架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在该州上面的上空被击落，这样的情形呢，现在俄方他说挫败乌克兰的无人机来对俄罗斯境内进行目标实施恐怖主义的攻击企图。那俄国的这个防空系统拦截而且摧毁了83架的无人机，所以无人机看起来数量真的是非常多。那俄国的媒体呢就持续报道说，乌军指示士兵与媒体沟通时避免使用撤退一词，那改叫什么呢？而是用进攻或是胜利的词汇来描述乌方的军事行动。那包括了这个新罗他有报道说，现在包括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其实试图反击，那力图呢这个遏制俄军进一步的控制范围。那乌军呢操纵的无人机叫小飞燕，成功击中了俄军的 T90M 的坦克。那这个新罗有报告说，25个这个俄军进入村庄，那乌军呢高爆弹要直接团灭。那乌克兰的这个国民警卫第14旅在红军城方向的这个防御战中呢，4名乌克兰的战士在炮火跟无人机的支援之下呢，成功歼灭大部分进攻的俄军人员。好，那现在美乌是不是着急了？俄罗斯是不是要联手北韩？那中国态度又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持续看到，现在呢，乌美两国的防长通话讨论前线的局势，也就是讨论红军城跟像其他的这些地区的局势等等。那就对美国对乌国的这个国防工业进一步讨论跟磋商当中。那现在美国呢增加对乌克兰的军援提供4.25亿美元来买武器的军援，但是还有含反无人机的弹药。那现在包括了北韩的这个外相他其实有跟俄罗斯的驻北韩大使来沟通，说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直到获胜为止。那中国大陆的态度是如何呢？现在有美国的官员赶快前往中国驻美的大使这个谢峰所的住宿，说中方的官员对话，期望能够利用中国老大哥的影响力对平壤进行施压力，降低冲突扩大的可能性。但美国是不是也在玩两面手法？大家也要看下去，因为美韩也呼吁中国阻止北韩援俄，而且中方实际上是反对美国这个乌克兰问题对华进行抹黑或施压的情形。因为中方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会议上批评美方不停向战场输送武器，反对美方借着乌克兰的问题进行中国抹黑施压，甚至中国的这个代表耿爽也有讲一些话，我们来听听看这段画面。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美国代表一会儿在发言中还会像前几次一样，就乌克兰问题对中国污蔑抹黑，向中国甩锅推责。在此前的会议上，我都会对此做出回应。今天我索性主动出击，先来说一说美国。近3年来，中国一直在为此大声疾呼，奔走斡旋。究竟谁在支持和平，谁在阻挠和平？好，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总统大选呢？大家也非常关注因为现在美国总统大选呢，俄罗斯外长放话，美俄处于直接的军事冲突边缘，讲的话非常重。那他甚至呢被问到说，下周美国总统大选时的情况，他这个俄罗斯的就是说，这场选举呢，无论是川普或是贺锦丽胜诉，对俄罗斯而言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那现在到底谁的民调是领先？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英国媒体《每日邮报》封关前做出了民调，川普领先3个百分点，有望赢得普选。可是你看仔细再看下去的话，川普是以49%的支持率超越对手贺锦丽的46%，领先3个百分点。但是同一时间CNN 的民调好像又不太一样的方向7大摇摆州的民调，贺锦丽有一面，但是 CNN 独排众议引人注目。因为 CNN 的民调在南方的2个关键州乔治亚可能有选民48%是支持川普，47%支持贺锦丽，但是在北卡罗来纳州，这个贺的支持率甚至只有胜过1个百分点。那现在大家讨论说，会不会像是拜登惹的祸？拜登这个垃圾论，现在会不会引发了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结果导向呢？现在有美国媒体爆料，白宫改文字记录，而且还加一个符号，加什么意思？把文章内的这个支持者的符号加上一个符号，就是有没有 supporter， 像加个逗号，改成是
抑制支持者的仇恨言论啊，所以像变改在方向之后，能够改变选举的方向吗？这个大家也非常好奇。所以像川普继续跟贺锦丽决战摇摆州，那双方也会就集会的地点相距只有在7英里非常的近啊。这个是在密尔瓦基的这个民主党的选票最多的地方，但是在郊区多数是共和党选民居住的地方，那对川普来说尤其重要。好，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这样俄乌的一个情况？俄乌的情况，虽然乌克兰还是在奋勇抵抗当中，但是整个形势比人强，不管在人数上、物资上面、炮弹的数量上面，其实它慢慢被俄罗斯压得很厉害。不管是在库斯克也好，乌东也好，它现在都是面临俄军的步步紧逼。所以这个情况以目前来看，不管美国或北约给他的这些零星的武器资源，恐怕是很难扭转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到泽伦斯基的态度其实慢慢在改变。他以前是一直要求俄罗斯要把所有的领土从克里米亚2014年以来所有的乌克兰丧失的领土全部归还，要这样子的基础下他才肯谈论和平。所以他最近已经不再坚持这些东西了，他最近反而一直在要求说，土耳其啊、巴西啊、中国大陆啊，你们过去提的这些和平协议你们都可以提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知道情势现在逐渐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现在问题是在于情况大家都看得出来的时候，普丁大概也不会想跟你谈。因为我现在已经胜券在握，我干嘛跟你谈？是我能够多拿地就多拿地，我能够占据更大的优势就一直往这个方向走就对。所以情况为什么演变如此？其实就是美国在背后，美国一直不想让这场战争停下来嘛，所以美国不断的给乌克兰输血。可是你给乌克兰输血，你又不真的全力支持他，你只是希望他拖住俄罗斯，维持个不胜不败的局面，不是吗？不然你美国就真的大力援助他，你甚至直接派兵啊，你看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可是美国就是没有做这件事嘛，所以乌克兰战争今天拖了这么久，让乌克兰损失1/4的人口，让他们整个世代的年轻人灭绝，是谁害的？不都是你美国人害的吗？所以我认为耿爽讲的是有道理的。你们一直在指责中国大陆，说他在那边供应俄罗斯，供应什么？请问一下证据在哪里？那我们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一直在支援乌克兰，对，你自己也承认这件事啊，是你一直不让这场战争停下来，是你一直造成更多人的死去啊，这是美国的责任啊。那美国又不愿意真的跳下来结束这场战争，所以责任当然是在你美国人身上。然后你现在希望中国大陆对韩国发挥影响力，对朝鲜发挥影响力，抱歉，你以为中国大陆会希望朝鲜派兵去俄罗斯吗？他当然不希望。可是问题是，你认为金正恩现在会听习近平的吗？我不认为会啊，因为现在很显然对朝鲜来讲，他被封锁了这么久，他现在去支援俄罗斯，对他是有好处的。是，他不管是他要粮食啊，其他相关的物资资源啊，甚至军事武器的提升啊，甚至一些技术的提升啊，这个对朝鲜来讲是全面性的进步啊，而且对朝鲜来说，这是对他有利的一个方向。他为什么不这样做？所以中国大陆去劝也劝不动的，没有用的。这不是中国大陆不想劝了，那甚至之前朝鲜跟那个南韩很紧张的时候，那时候金正恩去直接把那个道路炸掉的时候，你没有看到解放军在黄海演习吗？因为他也害怕这边会起冲突啊。可是问题是，现在就是看金正恩要怎么做，而不是去问习近平要怎么做。习近平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个事情发生的，所以美国人自己应该要知道，这整个祸是你惹出来。那你自己要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可是你解决得了吗？那但是我必须讲，现在整个大势看起来，好像选举开始往川普这个方向倾斜，是因为贺锦丽看起来有点后继无力。那如果真的是川普要上来一个局面的话，我觉得其他国家怎么想是一回事，我们台湾到底要怎么办？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戴辛德，你要好好去研究这件事。是，好，请教一下翁老师怎么看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总统大选，我们确实看到了，现在是选情非常的紧绷哦。当然，各家的民调，尤其是民调，都会出现所谓的机构效应。我们知道，特定的媒体也许在政党的支持上面有一些偏差，可是整体来说，我们看到最近的趋势确实是共和党在上升，民主党稍微的维持平盘，甚至有一些遇阵乏力的感觉。虽然 CNN 做出民调，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冷静谨慎的来看现在的局势，可以说是 neck to neck 非常紧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新闻当中显现，今天这两位
川普跟贺锦丽都会抢攻威斯康星威斯康星州。威斯康星州在过去2016年、2020年这2次大选，双方的差距为什么如此的关键？因为双方差距都在不到1%的这样的选票差距。是拜登在2020年赢的川普不到大概只有2万票，川普在2016年也赢2万票而已。为什么两个人在这个威斯康星州这么接近呢？因为整个威斯康星的政治气氛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政治文化、政治立场上面非常摇摆的。那现在呢，为什么他们这2位都会到最大的城市密尔瓦基这个地方？密尔瓦基这个地方确实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在市区当中非常明显的是进步派民主党的支持者比较多，可是在周边的就在城镇的周边所谓的郊区地带，就是尤其在威斯康星非常有名的郊区地带叫做 WOW， 刚好这3个郡3个 county 是 Waukesha， 然后 Ozaukee， 还有一个是 Washington。这个 WOW 呢，在威斯康星州可以说是被视为所谓的这个章鱼哥的这个选区，WOW 这个地方通常会符合最后的选举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川普要到郊区，而贺锦丽会到市区。换句话说，现在从这2位候选人抢攻所谓的摇摆州，可以看得出来，选情是非常紧绷到他们必须要非常注意到1张票都不能少。在美国选情紧绷的情况之下，我们再来看外部的效应，很快的说一下这乌俄战争或者是美国大选会带来的影响。其实现在的泽伦斯基确实是非常的紧张因为整个现实的战场的状况并不是这么理想。虽然我们都希望所谓的民主国家可以一起来提供协助，可是现实还是要考量的。乌克兰现在最担心的恐怕是在美国大选之后，也许有上任的新的美国总统对现在支持乌克兰的政策做出调整跟改变。我们知道，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其实现在2党候选人有明显的差距。民主党会比较倾向持续的给予更多的援助，但是共和党呢，比较强调的是美国的钱必须花在刀口上。乌克兰现在到底有没有落实美国的期待？所以对于这次的大选呢，很显然的，对乌克兰来说，他有紧张感，所以他泽伦斯基会最近不断的呼吁。我们确实为什么要特别关注美国大选这么焦灼的战况，引起很多的这个猜想，包括了乌克兰的紧张，就是因为新的美国政府、新的美国总统，恐怕对于整个全球的局势会带来直接的冲击。那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说台湾也要非常小心的观其言，听其行。是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呢？如果我们看到现在在库斯克这个部分的战局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状况也就是我们在各位观众左手边的这张图其实是10月27号的，那在右边这张是11月1号的。我们仔细来对比这个蓝色的区域，也就是现在乌克兰部队它所掌握的，红色的部队也就是俄罗斯他所反击的部队那个位置那其实我们这样子比对这2张图，没有什么改变，都一模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他们最重要的，也就是动员所有的部队，好像要对库斯克怎么样拉住所有乌克兰在库斯克的部队，因为当初在库斯克的部队都是乌东的这一些。乌克兰最精锐的部队调去的，所以现在他紧紧的抓住在这边，而且我们刚刚讲到的说有关于北韩的部分呢，它其实最可能的位置其实是在这边。那我们之前所谈到的车臣部队，它在这边，也就是未来都是一层一层的让这个乌克兰的部队后撤无门那我们至于说我们讲到说使用温压弹的。哈尔科夫哈尔科夫在哪个地方？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库斯克的是这个地方哈尔科夫就在这个地方。那哈尔科夫为什么变得这么会使用温压弹？当然他发现了乌克兰的主力是一个原因，但是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观察现在俄乌战争的一个进程，他们都是先大规模轰炸的过程中间就包括了温压弹。那我用温压弹呢？不仅是摧毁你的一个主力的集结，第二个呢，造成那个震慑的影响，也就是你后面的部队看到了前面的部队已经这样被歼灭，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爆炸的状况的话，你就无力你就没有那个信心再继续往前走了。那温压弹的部分其实它这个
并没有很复杂啊。那但是它造成的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它其实它会经过2次爆炸。第一次爆炸的时候，它会释放出那个金属粉末，然后在跟空气混合之后，第2次爆炸造成很大的影响啊。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美国跟乌克兰两国的国防部长在讨论这些事情，不觉得内容很少吗？然后这个内容还讲到说，美国安全援助的最新状况到底是什么？他给了是什么啊？那个 F-16还有要继续给吗？大家还有听到吗？没有啊。M1A1 有要继续给吗？没有啊。他要给的是什么？给你刺针，给你托式给你刺针防空飞弹，给你托式反装甲飞弹，那个都是什么？那个都已经是近身肉搏的装备啊。那他另外还说，他会加强乌克兰工业基础，以满足他的国防需求。乌克兰现在根本已经打到家破人亡、断壁残垣了。你说要增加它的一个工业基础，这不是讲笑话吗？对不对？他现在要的就是你实际的装备啊。结果你说我在增加你的工业实力，这不是笑死人啊？那另外我们再继续看啊，这个就是乌东的实际的状况，我们就会发现它的跟库斯克的状况非常不一样，它有大规模的推进啊。那例如说，我们讲到之前，我们在大家左手边的这个是10月27号，那右手边11月1号，也就是最新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胡利达尔几乎已经被打下来了。现在真正的这个圈圈的大小，象征于它的战争的规模，以及惨烈的程度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库拉西夫卡，那也就是俄罗斯的114的机步旅，现在前往这个地方啊，准备将这个部分啊，从胡利达尔到我们刚刚讲到的库拉西夫卡，整个推平啊，整个推平之后，他们就会继续的向这个位置啊，也就是红军城推进。那他这样的推进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乌克兰，其实在乌东战场打得一塌糊涂，而且我们听到越陌生的名字越多，代表乌克兰越惨。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王哲。再看到啊，现在中国大陆的高铁啊，哇，连芬兰的总统都大赞这个中国大陆的高铁，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看这段画面。Terveisiä luotijunasta Pekingistä Shanghaihin. Valtionvierailu 2 ensimmäistä päivää on nyt takana. Peking poliittinen osuus, muun muassa tapaaminen presidentti Xi Jinpingin kanssa. 好，各位观众，刚刚看到的就是芬兰总统哦，在搭这个中国高铁的这个画面。他是说，这高铁看起来，他拍的也是看起来，稳稳的，画面看起来非常稳，也没有摇晃的感觉哦。所以呢，他特别晒出了一段他体验这个京沪高铁的画面哦。所以呢，现在包括了9月13号，挪威首相也大赞大陆的高铁。那现在斯洛伐克的总理佐菲也说，这个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前所未有，值得肯定。那他讲完之后呢，现在习近平也要会见这个斯洛伐克的总理费科。他说啊，中欧的关系啊，应该要有现在的成熟跟和稳定的发展，希望欧盟跟中国伙伴的关系稳定，现在采取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而且呢，妥善的一些分歧管理。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画面。The incredible transformation that China has achieved in such a short time deeply impressed me. Our countries have built pragmatic relations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shared interests. China deserves recognition for its unprecedented economic achievements and its role in stabilizing global development. 好，主要强调什么呢？强调要妥善来管理分歧，避免经贸的问题政治化。那我们看到斯洛伐克总理呢，他也要访中，将跟习近平会见，要加强电动车的合作。因为现在呢，计划在合资斯洛伐克成立电动车的电池厂，预计2026年开始生产。好，那我们谈到电动车了，现在看到这个欧洲现在是不是离不开中国大陆了？这个是《经济日报》
报道说，这样电动车的关税有望解套吗？大陆的商务部证实，欧盟将派员到这个中国大陆进行磋商。那现在呢，雅虎也报道，伤敌1000，自损800啊！欧盟课税中国的电动车35.3%，反补贴税啊，将造成欧洲的生产过剩哦。这个是欧洲最大的汽车集团的执行长，他怎么说？他说，就是因为现在如果加速欧洲当地的汽车制造在欧洲的关闭工厂的话，这样将推动中国制的制造商直接在欧洲建厂，进而加剧澳洲汽车业可能会产能过剩的问题哦。那现在匈牙利的各界人士也表示欧盟这一套的保护主义行径将严重打击欧洲的竞争力，而且损害欧洲汽车业跟消费者的权益。那消费者怎么说呢？当然，消费者最后一根稻草，那消费者他变成说，最后迫使以翻倍的价格来买一些替代的一些车型，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反噬在消费者身上。那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包括像比亚迪，10月的销售量已经将近50万台车了，创下历史新高。好，那不止电动车，现在中国大陆也要发展太空的实力。现在太空实力也让美国羡慕了。我们看到这个神舟18号、19号这个乘组完成太空站的交接，准备迎接太空人顺利返航。预计在这个神舟18号。3个太空人预计在11月4号来返回地球。那现在持续看到就是东风着陆场呢，目前已经准备了各项的就绪，那要准备搜救任务条件，而且神舟18号的乘组返回的过程呢，将经历这个刹车离轨、自由滑行，再进入大气层、开伞着陆等4个阶段，预计耗时要50分钟。那现在中国大陆呢，要不要提前完成火星的采样？像美国也吓到了，中国版的斯普尼特时刻吗？就像天问3号呢，火星采样即将返回了的前2年，现在由2030年前后到2028年前后，消息一公布的话，哇，马上在美国引发讨论了。那美国专家直言，如果中国成功领先美国进行火星采样返回了，这将是又是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好，那现在美国的太空军负责人怎么说呢？美国太空军人他说，哇，看到中国的太空能力令人难以置信啊，增强大了轨道战的一些风险哦。他说，华盛顿必须要跟盟友合作来应对中俄的威胁。那中国大陆的一些军事专家就分析说，美国现在刻意来炒作太空的威胁论是为了给自身推动太空武器化和战场化的行为来找借口，进而来谋来对太空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好，先请教一下彬哥，怎么看这个包括高铁这样情形？中国大陆的这个高铁的技术，还有它的基建，当然是世界上的佼佼者，我想是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这也不是第一次有国家级的人物称赞了。实际上这个称赞的多了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人家的实力摆在那个地方，你就算要否认也很难。我们再怎么黑他高铁没靠背，人家还是很多人去做，所以我觉得用这种心态去看大陆的发展，其实是很不好的，反而显得自己心胸狭小。应该是更多去观察大陆的优点，它的进步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能够赶快学习，能够赶快改进自己的状况？那至于斯洛伐克他们这边现在都想要争取跟中国大陆的进一步的合作，这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大陆也一直在推动这些东西，他用这种经济的方式，用合作的方式，然后从经济的合作到最后增强彼此之间的结盟的关系。中国大陆虽然也号称是不结盟国家，可是它的一带一路，它参加的金砖，其实都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结盟，实际上也让它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当然，欧洲现在警觉到这些状况，想要去对付中国大陆，可是其实他们去增加这些关税的结果，到最后是怎样？到最后，第一个，大陆的车还是比你的便宜，它还是可以卖给你。然后第二个，就像他们有些人预测的一样，中国大陆也可以透过在当地设厂的方式啊，对，那在当地设厂的话，就可以避开你的关税的问题。然后到最后，你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你欧洲的汽车到底有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够让中国大陆无法超越你？是竞争力要提升。对，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你的生产成本本来就比中国大陆贵，然后再加上你的技术如果又比人家落后，那你的车子到底要怎么打赢这场战争？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美国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啊，你光加关税就能够解决一切吗？实际上，如果到最后大家都变成关税壁垒的话，受害的是全世界的人类，大家的经济到最后全部都僵死在那个地方，这个真的是一件好事吗？那中国大陆它现在要提升它对这个所谓的天问3的这个，其实这个很不寻常，因为你看过去中国大陆
你认为他真的没有能力现在就进行载人登月吗？我认为他有，但是他不急，他慢慢来，因为反正载人登月早就有人试过，是对我去也不会变成第一个，对不对？所以我不如慢慢来，稳扎稳打，做详细一点，对，把一切都做到最稳健的地步，我再去做。因为中国大陆这种东西是不容失败，是。那他现在会想要立刻提升这个东西，我认为恐怕这代表中国大陆近年在技术上又取得了突破，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调整他们的整个任务的排程，然后可以再加速对火星的这样的一个探索。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一个警讯。所谓史波尼克时间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当年那个俄罗斯发了卫星上去，嘣一个打下去，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波尼克，所以才造成了美国恐慌啊。美国那时候才动用全国力量急起直追。那美国现在还能够做这件事吗？很抱歉，美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美国，他现在已经做不到这件事。是，好，请教翁教授怎么看呢？是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讨论，基本上讨论到欧盟国家想要用所谓的加高关税来保护欧洲自己的电动车产业，如同刚刚海密哥所说的，这样的保护有效吗？保护了之后，加了关税之后，价格还是没有相对的竞争力。如果本身欧盟的汽车并没有相对的这个优势，就算是透过保护，我们只能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就是慈母多败儿，不见得能够真的让欧洲的电动车产业能够有相对的这个竞争的能力。那当然更可能的会造成的整个电动车的产业可能衰败的更快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了芬兰，包括了斯洛伐克这些国家都纷纷的在面对中国问题的时候，不是完全的踩在一刀切的好坏的立场，而是非常务实的在思考到底如何来面对崛起的中国大陆，在产业上怎么样来合作，而不是完全站在美国这一边。所以换过来我们就要说美国了，美国到底如何来面对中国？我们都知道中美之间是一个结构性的竞争关系，所以在结构性的竞争关系当中，美国用它非常传统的所谓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来思考，美国是正义的一方，中国是挑战者，所以呢，在竞争上面只有赢家跟输家，没有中间的模糊地带。因此，美国会一直要求他的盟友，所谓的西方民主的盟友，完全的站在美国这一边，忘记了其实在中间还有很大的运作空间。更何况在全球化的时代，如果要求盟友完全放弃跟中国，或者是跟任何具有大量市场低价劳动力的国家打交道，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美国现在在战略上面需要做重新的重组哦，在所有的跟中国的竞争关系上面，目前还是比较僵化的，采取的是担心中国崛起，中国的威胁，中国很危险。可是这种路线在大选之后，恐怕必须要做重新的思考，否则中美之间的竞争到底鹿死谁手哦，恐怕还说不定呢。是，好，请教一下舰长你怎么看呢？我们刚刚那个从画面上看到啊，也就是芬兰总统他去搭乘了高铁，是只有芬兰总统啊。那其实那个挪威首相也去了。那挪威首相呢？我们再一次证明啊，除了刚刚的画面之外，我们这个画面又证明了那个中国大陆的高铁是有靠背的。那然后呢，那个我们看到说，他这里啊，也就是这位首相他提到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他谈到说，中国大陆其实跟其他国家呢具有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不同，他认为呢分享经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接下来重点来了，他这一次来，他除了那个要跟领导人那个讨论之外，他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到上海附近的一家造船厂去干嘛？他说他们做了最大的一个汽车运输船，是委由中国大陆制造的，这时候要准备下水，他要去视察，意思是什么？再一次证明了，第一个，高铁有靠背；第二个，这个中国大陆才是真正最大的一个造船实力的国家。所以美国再怎么样，他说他要跟民间的船只说要一起那个运补。想得太美了，这一件事情，我们在2010年前我们就看到解放军做过了。你现在美军要做，对不起，你要慢慢学啊，还要架装备的。那另外呢，我们刚刚讲到斯洛伐克是这一次欧盟投票说，是不是要加征关税里面为那个投反对票的国家？所以为什么斯洛伐克它的重要性就相对的重要啊？那另外呢，我们刚刚在里面看到说，很多人都说中国大陆各种补贴啊。当然，一个产业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要有补贴，不然谁经得起这么大的一个那个资本密集啊？
那我们看到啊，现在大家所谓我那个有关于电动车啊，有关于太阳能板啊，有关于电动车的电池这个部分呢，其实都是在2011年中国大陆的第11个5年计划它推动的，到现在13年过去了才开花结果啊！如果没有补助的话，早就已经胎死腹中了。而且你美国没有补助吗？你美国有没有补助 Intel？ 你也有补助啊！你补助就是各种好棒棒啊，别人补助就是各种的产能过剩，这样说得过去吗？你就是一个双标啊！那另外啊，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轨道战争的部分，为什么太空军特别挑到轨道战？因为其实中国大陆现在都已经铺设好从这个地球到月球中间的鹊桥中继卫星，也就是说它要进行联络，在月球背面怎么办？那它需要一个中继卫星啊，而且它不是一颗，它是一个星座，也就是很多颗一起组成才办得成这件事情。那个美国你要做可以啊，慢慢来啊，等你放这些中继卫星。中继卫星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地球跟月球之间，那在地球轨道上面有没有？有啊，非常多啊，天链系统，也就是天链系统的所有的卫星。所以大家说啊，在这个中国大陆跟太平洋这些岛国的建交，其实是为了在那边设中继站。对不起，那是上个世纪的思维，这个世纪直接用轨道上面的天链卫星就达到了，干嘛在地面设地面站，而且这样子反射来反射去，结果是反而容易被接收，而且会受到天候的影响啊。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思维是什么？还记得吗？1980年代，雷根总统搞了一个 SDI 计划，结果进行这个军备竞赛，把俄罗斯那时候叫做苏联啊，给拖垮了。因为呢，现在还有2场战争正在打，现在大家就会问啦，到底美国大选前夕，俄方讲这个话有什么样的意味？因为呢，他们的外长突然放话说，美俄是处于直接军事冲突的边缘，所以他就讲了，不管是谁赢，反正我的立场就是你们对我都是一样的，没有改变，我们就是已经在直接军事冲突边缘了。俄罗斯现在你很明确的可以知道，他跟朝鲜是buddy的好朋友，因为呢，他们两边的外长会面的时候，崔善基就直接讲，金正恩有指示大力援助俄军，好，而且呢，他们是说要进行一个神圣的战争。其实俄罗斯不是只有跟朝鲜这边来进行交流，10月30号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呢，还特别去北京见了王毅，中俄朝三方其实他都有接触。好，所以呢，大家就会去问中方，那你怎么样来看？朝鲜现在好像是把他们的兵力送给俄罗斯这边，让他能够送到前线去来打仗。中方就直接告诉你了，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跟他们个别来说是个别的双方关系。俄朝两个都是独立主权国家，他们要怎么交流，我们管不着，那是他们的关系，跟我们一概不相关。好，目前朝鲜呢说被用士兵来换取核武的技术，当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前几天金正恩不很开心拍拍手说他们终于试射成功了吗？能够有这么大的发展，大家就讲是不是因为你给了他兵力，让他能够在前线俄乌战打得更顺畅，那因此呢来让你换得什么？包括了洲际弹道飞弹，包括了侦察卫星，包括了弹道飞弹、核潜艇等等相关技术，这一些确实也都是朝鲜他们现在所想要的。那乌克兰呢？乌克兰现在说有拿到美国这边价值4.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说过去3个星期里面有第3次的援助乌方，好，包括了地对空的导弹系统啊、反无人机系统啊及装甲运兵车等等等。但是泽伦斯基他也很明确的讲，先前讲的很多钱啊什么，根本大半都没有来，他们的前线呢是有点捉襟见肘的。乌克兰现役军官直接说，顿巴斯也就是他们东部这边战线是已经崩溃了，因为他们就讲为什么当时我们在这边守得好好的，其实俄军很难打进来，当你把人
调去北边打库斯克之后，这边就空了，就造成这里的战线崩溃，完全不清楚最终那个库尔斯克行动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线下你来看看，红军城在这个位置，我们先前一直在讲这边有5条铁路公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塞。俄军呢说现在已经占领了这里，叫做塞利多韦，那准备呢是要往上往下来走，也要拿下这个库拉斯夫。这样子他们是在空中，在火炮上面，目前再加上人力上面，其实都是有优势的。那如果呢这边再给它吃下来之后，那整个真的是东半部1/3的乌克兰的领土几乎就全部它都可以很简单的拿下了。那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威胁？大家也在说，有可能会打到第聂伯河这边，因为现在只剩下15公里。攻陷整个顿涅茨克州好像是有可能的，而且时间也许就是半年左右，不会太久。美国大选又快来了，乌克兰这边打得并不顺，那该怎么样说呢？他们说自己其实已经为川普做好准备了，原因是因为在去年沙烏地这边举行的这个乌克兰和平峰会，很多人都懒得参加的时候呢，泽伦斯基的副手他就说，如果川普当选总统，一切都会不同，因为他就会叫很多人来参加。看起来现在好像已经对于拜登、贺锦丽没什么信心，觉得他们超级软弱的。所以如果川普真的当选，川普当时也有讲啊，那我们就地喊卡，割地求和，这一些乌东这里有可能完全被割掉吗？俄罗斯这个有可能就拿下他原本想要的东西，乌克兰泽伦斯基就会接受吗？这一点大家就开始有各种不同的想象了，因为这跟政治就很大的关系，政治讲求实力啦。所以呢，请教一下帅阳君怎么样来看？当俄罗斯直接讲谁都一样，反正我们就是直接军事冲突的边缘的时刻，您怎么来分析？首先，我们站在每一个国家的立场来看，他的想法是什么？俄罗斯跟朝鲜两个的结盟，再加上洲际飞弹的全战备，对，他有点是逼中国表态。你要朝鲜就跟我出兵了，你讲的，因为你中国态度一直很犹豫嘛，这个保持中立，不结盟，对不对？但是很好的伙伴。那欧洲跟美国又指责中国大陆为什么要给军品、民品的东西供应，它有点是这个味道。所以俄罗斯外长也跑到跟王毅去见面。对，这见面当然是谈以后为什么俄罗斯要这样做呢？因为俄罗斯感觉到北约有点蠢蠢欲动，法国，因为北约感觉到威胁越来越大，那北约说唇亡齿寒，对，所以法国要准备4000兵力去投入。不管这个消息是真的假的，因为北约里面美军在北约驻军就有5万多人，那加上北约的部队面临今天乌克兰这个状况，一个是不希望再继续打下去，第二个就是说万一俄罗斯扩张的太快怎么办？所以北约也有点作战的准备，俄罗斯看到了，所以他就希望说最后在你美国选举这个11月。但是总统还不能执行任务了，要到明年的2月了。1月，他就要利用这个11月、12月、1月这3个月时间，拼命往前扩地。为什么要拼命往前扩地呢？将来和平谈判的时候可以有个 bargain 的，就是伸缩的距离。当然，他现在最大的目标是整个乌东，那是最好的。涅伯河以西通通是他的，那不行，再往后退一点也是很大一片了。那这个刚刚讲的乌克兰的军人为什么抱怨？你叫我去打库尔斯克干什么？对啊，我搞得顿巴斯这边兵力不足，吃亏很大。这是政治上的看法跟军事上看2条不一样的想法。我猜伦斯斯基是拿打库斯克来作为他这个胜利计划的一环。我现在还能打到俄国内部去，你们欧洲要支持我，给钱给武器。结果胜利计划底子不够雄厚，你这边打进去不到几公里停下来了，这边后花园又失火了，顿巴斯这边又开始，所以你这个胜利计划卖得出去吗？显然卖不出去，连美国只给4亿
4亿在整个战争里面算个屁啊！一天都花了不止这个钱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乌克兰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那大家又怀疑，为什么红军村打这么久还没打下来？哦，对，我告诉你，大家都把城镇作战把它直接代换到巷战是错的。城镇作战呢，红军村外面有3道防线，又有雷区，又有壕沟，又有铁丝网。城镇作战打到巷战是已经最后了。那前面这个阵地作战是有的打的。通常阵地作战里面有壕沟、有铁丝网、有地雷、有火力交叉的话，那敌人起码要用3倍到5倍。那俄罗斯为什么不在正面的绞肉机的打法，它从2边侧翼呢？因为俄罗斯也不希望再死人了。俄罗斯的伤亡也蛮重的。你普丁也不可能像乌克兰那样拼命动员了。乌克兰现在动员到什么程度啊？女生都占16%了。女生全部动员上去了，这还不稀奇。最近放出一个消息很敏感，欧盟你们这边的退伍军人，哪怕是士兵也可以到我这边当军官。各位，这什么意思？因为乌克兰的老兵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基层干部也牺牲得差不多。因为我们军人当排长、当连长永远冲第一个了，你不冲呢，后面不会跟上，兵都是怕死的嘛，所以我们要一马当先嘛。所以乌克兰的基层军官死的差不多了，有经验的老兵也死差不多了。那动员来的这一批一般民众没有战斗经验，可是北约里面的退伍军人，他们可是有训练的很好，战斗经验，所以来你当排长、连长，他都让你干，这就代表乌克兰的军队到山穷水尽，不止装备缺、弹药缺，领导干部也缺，战场上战绩战斗的这个灵魂人物、士官跟基层干部都缺，这种仗打不下去。我记得在你们节目2年前我就讲，只有打不下去才有谈和的可能。是。好，所以这个时间点是不是真的到了？有想要请教吴老师哈，因为刚刚呢，当将军讲到说，在这边为什么不打，为什么要去打库斯克的同时，其实呢，俄方这边也讲，如果朝鲜他来帮忙的话，因为他们两边有签这个缔约嘛，那所以呢，他其实是请朝鲜这边帮他顾好库斯克，他自己回手去顿巴斯这边。那他人调走了之后，哇，顿巴斯这边就又有的打了，他又有了生力军的加入了，这场战争就会这样子一再的在往上升级嘛？请教吴老师你怎么看？其实之前普丁建了这个金正恩之后，他们还强化了彼此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且他们还讲了这个金正恩说，我虽然这个在没有亲自加入，但是我会提供你劳力啊。我们后来才发现，这个劳力其实是他有派这个依据情报指出，他是派军队去帮忙布阵跟打仗。那这样的话，他们两个之间我们讲同盟的形态慢慢在形成，这个点我觉得西方社会其实应该有情报都有看到了。那当然，他们现在乌克兰战争打到目前为止，现在最担心的其实是美国的态度。我觉得美国态度还是在乌俄战争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乌克兰打到现在需要很多的弹药，刚才将军讲人员、武器跟资金，这都是战争必要的条件，尤其打到这个所谓 prolonged war 的时候。那大家现在担心的是川普如果在上任的时候会怎么样？其实我们看，今年4月最令人我们最注意到的是美国参众议院通过了援助法案，里面935亿美元里面，其中600亿给乌克兰啊，里面包括给乌克兰的弹药、哈马斯飞弹系统，还有 F-16。那当然给以色列是飞弹啊、防御系统跟台湾的潜舰地区发展。那当然援助乌克兰高达600亿，那个 package 很高。那再加上最近的这3波大概说4亿5亿的美金，不断的在民主党不断的在支援这乌克兰。那当然川普上来之后会怎么样？大家开始在好奇。其实我们川普这个他的个性跟人格，刚才尹老师也提过了。我们除了他讲他重商交易型人格之外，他非常重视自己的概念跟自己的想法，还有他的人际关系。所以他说我跟普丁很熟，很好啊，对不对？他又跟金正恩也很熟，他跟习近平他跟这些独裁者他都很熟重点来了，就是他对北约的意见很高，他觉得北约我叫你们加强军备、加强国防预算，你们都不付钱他在第一次辩论跟拜登辩论就讲，他说北约我叫大家付钱，他们就付啦，你拜登都不要叫他们付钱，结果是美国人自己付。他又讲啦，
拜登最无能哈，拜登无法阻止俄罗斯，我在任的时候都没打仗，为什么你拜登上任的时候你就打仗？所以代表说，川普上任之后，他这种人这样，他选前讲的，他选后他会开始做，而且他会很快去做。所以他选后之后，他会对于乌克兰这个问题，我想他会采取一系列的，不管是措施手段，或者是谈判也好，想要结束这个战争。那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他要逼迫乌克兰停战，有几个？第一个，我不给你钱了，你要继续打，好，我就开始断金流、断这个援助。第二个，你要对这个领土上面看你要有什么看法，好，不然的话你就没有这个钱。我想会逼这个泽伦斯基对于领土上的割让会有一些看法，但是我觉得对泽伦斯基来讲，任何一寸领土割让对他来讲都是非常痛苦，而且对于选民也交代不过去的。当然，请教一下叶老师。我想如果我们今天看乌克兰的就是行政区域的地图的话我们常讲乌东顿巴斯地区，无论是顿内斯克或者卢甘斯克，你大概就知道那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但是今天我们看俄罗斯在攻入乌克兰之后，他并没有完全拿下顿巴斯地区，它比较这是一个像月亮形的，对不对？过来，可是也有一些地区原来不是我们传统中的乌东地区，那今天也占领了。所以我觉得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我要一个完整的乌东行政区都给俄罗斯然后或者说独立之后或者自治以后就变成然后呢再把这个其他它多占的地方可能要还回去。可是现在问题是，它东南这个地方我已经连接到了克里米亚半岛，是我会放吗？大概不会。所以俄罗斯为什么还在别的地方还有多出一些攻击，就是准备到时候谈判的时候用的嘛。就是到最后我们看历史上，我自己读欧洲历史的时候，都是战争，到时候交换领土啦。就是到时候这一块换那一块，那一块换这块换那一块，那你完整我完整，而且有的时候还莫名其妙，第三者还补给第三者一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这个到最后，我讲到时候只要是川普当选，他一定就说好了，我们就按照当时你对这个乌东地区，你可能有一些政策引起争议的，那在这一两块就没有。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泽伦斯基要把这个乌东硬是这个，包括我们讲说红军村要硬是守下来，你就让这个顿巴斯顿巴斯地区就不完整嘛。那俄罗斯一定是说我拿一个完整的，当初这是你们的行政划分，就好像譬如说假设了，我们只举一个例，我们今天打进福建，我们拿了什么东西，到时候要谈判了，结果呢福建的一部分的没有。那个大陆说好，那就算了，我就把这一部分让给你了，我以后就并到浙江去，不可能嘛，一定是大家会有一个争议的就是你的行政划分好了，我就是要这一块，那现在的情形就不是，所以我认为还是会让给这个川普有一个机会出手，就是说大家做个交换结束了。其实呢，这就牵扯到美国它到底未来他的角色是什么，他的态度是什么，这就很重要了。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要来看到中国了中国现在的一些角色还有态度是什么？是原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欧洲的元首或者是领导来到了中方，他们想要体验的叫做高铁，甚至呢开始做高铁外交。因为呢，这一位芬兰总统，他就在视频当中呢，他就直接拍了一个用手机拍，他就说：“哎呦，怎么会这么稳？”来看看画面。Terveisiä luotijunasta Pekingistä Shanghaihin. Valtiovierailu 2 ensimmäistä päivää on nyt takana. Peking poliittinen osuus, muun muassa tapaaminen presidentti Xi Jinpingin kanssa. 好，看得出来他坐应该是商务舱了他呢，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晒出了一段影片，他是从北京搭到了上海。那在影片当中呢，他就说：“这个真的是还蛮稳的。”那同时呢，他也很惊讶说：“小姐姐都长得好漂亮，服务好热情哦。”他也
很在地的入境随俗的讲了一句谢谢。其实呢，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了，像现在中方呢，他们愿意对芬兰来实施免签，其实这1年来啊，他们其实一直在做这一件事情，所以呢，他就用第3次的用中文说了句谢谢。高铁是这个基础建设，很多人呢，他们在做国家的基础建设的时候，当然都是希望有这样比较大型的项目，特别是当你交通通了之后，你才能够豁出去人进来嘛。印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印尼呢，在亚万高铁完成之后，第1年就吸引了超过了400万名的乘客，所以现在呢，他们希望中方是不是能够再来加大高铁的投资？原因是因为要争取向东再延伸到东爪哇港口的城市叫泗水，这也算是一个大城市了。他们希望呢，从雅加达然后到泗水这一边比较港口的城市，可以把时间缩短到只剩下4个小时，那就让他们整个的货运啊，整个的物流能够更加的流畅。而越南现在也开始在谈的是全国的高速铁路，其实这个东西他们已经谈很久了。那也因为所费真的是不资啊，大概是有673亿美元的项目，由中国建筑集团来负责。那之后呢，就会让南北越它就可以通起来了。所以呢，他们整个越南国家的资本管理委员会是对于这个项目，他们表示很乐观，也希望能够给予大量支持的。到底为什么大家对于大陆高铁这么样有信心？也因为你看到了，就在他们自己的境内哦，包括了从京沪的高铁，然后包括了你可以上山，可以在海边走，那可以在克服很多比较特殊的地形，所以呢，当他们现在要盖这个广东的深江高铁的时候，你就说了，这是一个超级工程啊，因为真的不容易。他们现在呢，包括移动模架啊、连续梁等等，都要开始希望能够全力的冲刺，能够达成目标。从深圳、香港到粤西地方呢，会省大概1半的时间。而且呢，这个深江高铁他们比较特别的是，还要再盖一个重点性的工程，就是深圳的机场东站。这个听起来也很酷，因为呢，他就告诉你了，你可以楼上搭飞机，然后落地之后，你直接下去就搭高铁、搭地铁。在这边，他们预计未来每一天的客流量达到了63万人次。那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呢，就会让大家讲说，确定吗？因为如果能够达到的话，哇，那这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运输转钮中心。而另外，在东海的海底这边，他们也要开高铁海底隧道，已经开始正式开挖了。这个是在永州的铁路金塘海底隧道。那这个呢，也有可能如果真的建完之后，就会变成是世界最长的一条海底隧道。讲海底隧道，很多人想到英法之间的那个连线嘛。现在呢，当中方现在也开始要往海底去挖的时候，他们希望2026年年底能够实现贯通，其实也很快耶，2年之后。那希望到2028年就可以具备通车条件。基本上呢，到今年年底的时候，中国的高铁的总长已经来到了44000公里，这算是全球第1名。也这样子的一个实力，让大家会开始在看到他们确实在基建上面已经开始克服，而且挑战了很多的不可能。那就对比美国了，因为美国一直以来都说要做高铁，但怎么就是都做不出来呢？其实你看到他们有一些新计划蓝图，密密麻麻的红色、绿色、黄色，这一些都是他们高铁协会最近所规划的新蓝图。但不论是哪一条呢，基本上大部分的都还没有开始兴建，不是说还没建完，是连开始兴建都还没有。因为1992年他们那个时候就指定了5条适合高铁的走廊，那这里面呢30年过去了，好像大部分还是遥遥无期，钱的问题、人的问题，又或者是呢，包括了在加州这一边，洛杉矶跟旧金山，这条真的是很需要高铁。好，可问题是连完整的、明确的施工表都没有出来，也就是说呢，有讨论，但没有后续，就没有然后了。即便60% 的美国选民都支持，好像也没办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所以就想要问问看，请教帅将军，你怎么样来看？当高铁已经变成他们一个非常硬底的文化的时候，开始可以变成高铁外交，这也能搞。对，因为它的技术超过任何一个高铁国家的技术水准。因为它已经在国内的基础建设里面证明它的能力，海底隧道、
这个高架的这个山区里面的高架高铁，还有打通这个秦岭啊，打通这个天山山脉的这个涵道，它都能做。所以这个是它的技术本位。第二个优势是它的资金，第三个它的这个劳工跟这个工程师，它是一个完整的 package 的东西。谁只要跟他谈成，高铁就成了。很多国家有的是缺资金，有的是缺技术，有的是缺工人，有的还缺什么条件？你有周转的条件。所以高铁是变成中国对大陆的一个名片。那前面你刚刚讲的芬兰的问题是红萝卜跟棒子的问题，那对法国开始进勃兰地是棒子，对芬兰开放免签是红萝卜，这是他大国博弈对欧洲的做法。然后看这个东南亚，越南叫了很久，为什么中国大陆没有答应？对，越南的问题是越南是需要，因为越南是中南半岛最长的一个国家，像一个比那个意大利那个圣诞袜子还长。那需要一条铁路，让它的血脉能够贯通。但是越南政府没有办法去把征地的问题解决，所以跟日本谈的时候就谈泡汤了。中国大陆也犹豫啊，我可以出人，我可以出技术，我可以出资金，你地征不来，我这工程延误下去，投资回不来。第三个谈印尼亚湾高铁已经做了很漂亮的一个展示，那印尼又把首都又要迁移，他要把经济重心要调整，他当然需要一条高铁，这是印尼的问题。美国为什么做不出来？第一个，高铁需要大量的投资，第二个，高铁要跟地区 local 的这个公车网要能配合。你看，中国大陆在浦东机场，我去了，就发现什么？飞机下来了，下面就是高铁站，就是地铁站，就是高速公路的车站，再加上市区里面的运输车辆。换句话说，从天上地上到别的省，全部通。这个才能做。美国呢，你是私人投资，拿不拿出这么多钱来？第二个，美国人开汽车开惯了。我上了高铁，我车子要 parking 在这一站，我到了我目的地，我又要去借车租车，对他来讲始终拿不出决心来。所以高铁每个国家有发展的需要，但是有发展的限制，我们就看出来，越南是个例子，美国是个例子，成功的例子更多了。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我们刚讲到大陆现在他们搞的是高铁外交，但这一样就真的让美国望尘莫及了。请教严老师。我觉得美国啊，就是19世纪，它是一开头的时候，它这个整个技术建设是搞运河，因为它要从加拿大这个圣劳伦斯运河一路东西进到芝加哥啊，所以打通了5大河，有运河。刚才我们提到啊，这个刚刚您提到的 Erie 啊，这个宾州这个5大运河之一，这个宾州西北角，这个是当年一开头的，后来就搞铁路，对不对？19世纪末期啊，华人都去弄铁路，20世纪全部搞公路，搞了公路以后，它发展出汽车工业，然后呢，第一个就是说它的汽车工业它要照顾，所以它就铁路这边它就不理了。所以整个汽车工业，美国的汽车工业就等于是就完全是领先全世界，大概有60-70年起码，一直到70年代以后，日本才慢慢开始有一些挑战其他国家当然德国他们做他们的，对美国不是挑战。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还有一个都市化之后，又开始变成往郊区走。那所以有钱人都觉得我有汽车，我住郊区都市可能第一个就是可能交通虽然说是交通是比较方便，可是你要进去塞车很麻烦，对不对？像纽约后来大家都就是说不开车了，但呢就往外面搬，然后就住在外面了。所以住在外面之后，更加不需要一个这个铁路。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美国我觉得即使有心，你的这个人的心态、人的这个生活习惯都已经不是朝这个高铁的。再加上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就是说是一种
咒诅吧，就是因为美国地太大大家住得很散，所以高铁很难弄起来，人口又没有像中国密度这么高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这个落后就认了，然后可能大概也很难发展，这是我自己观察的一个结果。好，我们等等广告回来，请吴老师来帮我们总结。没有诱因，没有诱因。中国大陆的高铁外交，我们与其说高铁，不如说铁路外交会好一点，因为高铁在越南或泰国也好，他们遇到的就是融资跟一些征地的问题。是，但中国的铁路外交是做的还蛮强的。我们就举老挝好了，我们讲辽国，大陆讲老挝，他们是一个相对于贫困大概 GDP 大概9000多块人均 GDP 9000多块美金，然后发展很不平均，所以他们政府希望能把多一些建设铁路跟高速公路从他们的万象这边，大陆叫万象，我们叫永贞，往外建设，中国就帮助他们，帮他盖中老铁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从万象到永安港，就是越南的永安港，